这座古塔竟然穿着花裙子，地下还有一个神秘的地宫，太奇特了。看古村古建，品百味乡村。大家好，我是燕子。今天我们将去探寻一座明代古堡，距今已经有500年的历史了。听说古塔下还有一座深不见底的地宫，里边特别的神秘，至今为止有没有被盗，咱们就不得而知了。但是入口清晰可见。这座古塔不但年代久远，还穿着彩色的花裙子。穿衣服的古塔你见过吧？我真的是闻所未闻。不仅如此，它还是我国现存的塔中最为稀奇的，因为一般的塔层数是单数，而这座塔有6层是双数，真的是太奇特了。那么这座古塔有什么神秘之处呢？它穿的花裙子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塔下的地宫究竟又有多神秘呢？关注燕子，让我们一起去一睹这座古塔的真容。看，那座古塔就穿着花裙子。它位于天镇县城南21公里处的柳子堡村，始建于明万历年间，到现在也快500年的历史了，依然很好的屹立着。曾经的这里依山背水，植被茂盛，溪水两旁的垂柳郁郁葱葱。塔下有寺庙，周围有民居，是一幅炊烟袅袅的繁华景象。寺庙在上世纪50年代初被毁坏，只留下了这样一座砖塔，屹立在村子的山坡上，向世人展现着它顽强的毅力，仿佛也在诉说着曾经的过往。穿过我旁边的这条沟壑，终于是快要到了。这座古塔呢，听村子里的老人说，还有一个神奇的民间传说。相传在明洪武元年，村子里有一个姓庞的大财主，家里的生意做得很大，是远近闻名的有钱人。但是遗憾的是，他娶了3房妻子，快50岁了，也没有为他生下一个儿子。众多的家产无人继承，让他整日郁郁寡欢。有一天，来了一位叫慧庆的和尚，来他家里化缘。看到了财主愁眉苦脸，便为他打卦占卜。原来没有孩子的原因，是因为他们祖上无德。庞财主吓坏了，赶忙祈求慧庆和尚，问问看有没有什么解决的办法。和尚便说：积善成德，方能开花结子。在以后的日子里，庞财主就像变了个人似的，经常帮助穷人，哪里有灾荒，他就捐款捐物，毫不吝啬。就这样，在他60岁的时候，果然生下了一个儿子。家人们，你们觉得这是巧合，还是多做好事真的能开花结果呢？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。那么这座塔和庞财主生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？咱们继续往下说。在这个村子的西山上有一个山洞，山洞里住着一个可怕的妖怪，吓得村民都不敢出门。就算是这样，村子里的姑娘还是莫名消失，就连养的家禽也不放过。无奈的村民苦不堪言。有一天晚上，庞财主梦到慧庆和尚来了，并对他说，眼下解决的办法是，只要他在5月初5破土时，在西山上造一座砖塔，要是能在749天内完工，就能把妖怪给镇住。只有这样才能保住他的儿子和村民的性命。第二天，庞财主立马准备了4000两白银，并召集全村人前来修塔。果然，人心齐，泰山移。在大家的努力下，第749天的时候，塔终于完工了。随着一场祭祀竣工活动的举办，妖怪终于消失了，村民也过上了平静安宁的生活。为了感谢这位得道高僧慧庆和尚，村民们便把这座塔命名为慧庆塔。那么这座塔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？大家给燕子点个赞呗！现在咱们就上去仔细的看一看。从塔下面的地宫走过来，站在远处看，才发现这座塔真的是太神秘了。咱们先来仔细看一下这座塔，然后再去看一下地宫是什么样子的。这座塔一共有6层，一般我们所见到的塔都是单数，而这座塔是双数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们有没有见过？在哪里见过呢？也可以告诉我。这也充分体现了这座塔独特的设计魅力和它折射出的神秘之处。整座塔分为4部分：塔基、塔座、塔身和塔刹。高17米，面宽1.95米，是一座6层6面密檐式仿木实心砖塔。它的工艺雕工精美，设计巧夺天工，为我们展现出了一座大型的砖雕艺术盛宴。每一层出檐由下而上，逐渐递减，收缩至塔刹部分，显得整个古塔造型独特，雄伟壮观。
看到这座塔，大家觉得有没有边塞特色呢？其实它的形状是中国佛塔最重要的类型之一。我们拍过辽代的砖塔，在最顶层有阁楼，而出现在我们眼前的砖塔是演变而来的。塔的全身雕刻着精美的图案，坤门内雕刻了各种鸟兽、花卉图案，更是把它装饰得更加绚丽多彩。这样棱角分明、凹凸有致、别具一格的古塔，真的是令我们大开眼界，格外的震撼呀！整座古塔的塔基建造在岩石之上，是由26厘米厚的条石砌筑而成。塔座为须弥座，由2种规格的青砖垒砌而成。最让我们奇怪的就是这些彩色的花布条了吧？上边密密麻麻写的都是铭文，把古塔的塔座围得严严实实，像是为古塔穿上了一层厚厚的花裙子。从远处望去，显得格外的美丽动人，也为古塔增加了很多的神秘之处。咱们再走进来看一看，发现这儿有4个和尚。我们仔细的看一看，这4个和尚呢，第一个预示着我们不该看的不看，第二个这是预示着不该听的不听，第3个捂着嘴巴应该是不该说的不说，第4个应该是不该想的不想吧。这也预示着我们做人做事一定要按照这4步去要求自己，才能成为一个有涵养的人。我感觉这个应该是其他人忏悔自己的行为，所以把4位小和尚请到了这里吧，这就咱们不得而知了。听说文革时期，在这块花布条的下面还被打开一个豁口，那个年代想要建粮仓，没有砖，他们就想把这座塔给拆了。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他们打开这个豁口，里边不是砖，而是土。村民不死心，还要继续往里挖，但是挖出来的仍然是土。村干部便醒悟了，不敢再继续挖掘了，因为据史料记载，这是一座密檐实心式的砖塔，里边不可能有土。这也是没有继续被破坏这座塔能够保留下来的一个原因吧。几年以后，又对这里进行了修复。由于这座塔蕴含的灵性，让这里祈福的人越来越多，所以塔身的花布条也就越来越多。这也是村民们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向往的体现。再看塔座的顶端，上下都设有坤门，在坤门里雕刻了各种图案，有花卉、鸟兽、龙纹等。这些装饰雕工细致，栩栩如生。再往上看，各层之间的仿木屋檐，自然地将每一层衔接在一起。各层的上檐均采用3彩单敲斗拱，檐角是仿辽金时期的手法，出45度斜拱，6偶各施平身磕斗拱1盏。在檐角处各挂有一个风铃，每当微风吹过，便会发出叮铃铃的响声，特别悦耳动听。在塔身的南边还有一个空的佛龛，可惜的是，里边的佛像已经不知去向，也不免为我们留下了一丝遗憾。塔的顶端就是塔刹部分了，它是由莲花、宝珠和仰月构成，由刹杆将它们串联在一起，有一种挺拔秀丽、直插云霄的感觉。而塔身下的地宫张着大嘴，似乎也在诉说着什么。自古以来，古塔给我们的感觉是，虽然历经风雨，但是千年不倒，用它的倔强诠释着朝代的更迭、岁月的洗礼，并且每一天都在以一个坚韧不拔的状态护佑着一方百姓，真不愧是村庄的守护者呀！在我的脚下就是古塔的地宫了，马上带大家去看一看。家人们看，这里就是古塔，在古塔的下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有一个洞了。在洞的上边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呢就是古代时期留下来的大青砖了。在这个旁边还有当时留下来的这个木柱，这里应该是一个寺庙的遗址，或者说是地宫的一个包围的一个地方吧。可惜现在是已经坍塌了。咱们看一下这个地宫的洞啊，从这边呢咱们就可以看到这个深不见底的一个洞，但是现在呢里边已经坍塌了，咱们也是下不去。具体呢这个地宫有没有被盗，咱们就不得而知了，这也是咱们今天留有的一个遗憾了。走在这座6层6面的砖塔前，再一次的感受了古人带给我们的震撼，用他们的智慧为我们留下了这一壮观的奇迹。关于它的由来，不管是传说也好，还是民间故事也好，都给予了各朝各代村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。塔身上的花布条应该也是村民祈福的见证吧。
几百年来，慧心塔屹立在村子的半山腰，坚如磐石，用它独特的存在方式见证着历史的足迹。愿它能够在这里永远的屹立，继续守护百姓的世代安宁。今天这期视频咱们就拍到这里了，关注燕子，点赞、评论、转发、收藏，我们下期见。